嗨，欢迎大家回到 Gina TV。今天啊，我们又要来闲聊，闲聊什么呢？就是有非常多同学他想要加入美睫师的行列，可是呢，要转职的过程，他们优先考量到的一个问题就是美睫师的薪资一个月大概有多少？非常想知道，因为他这样才知道他要不要转职。好，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讨论美睫师的薪资哦。关于这个问题呢，我觉得很重要的重点是，你的定价是多少，也就是你单做一次睫毛的收费是多少。那讲这个呢，可能会我们必须要设定一些条件啊，把范围缩小，我们才有办法算出美睫师的薪水。嗨，妹妹，跟我们的观众打一下招呼，还吐舌头呢。好，有非常多的同学，他初期创业呢，他可能会选择在自己家里做个人工作室，那就没有房租的这个问题。那但是呢，如果是个人工作室的话，可能就是收费没有办法太高，除非你是额外另外租一个小空间，然后独立的。如果是自己在家里做的话，其实收费可能都真的没有办法太高。那原则上呢，收费大概可能会落在800到1500之间。那我们取中间值，假设是1200好了，做一个客人是1200，算是做中等款式，不是难度最简单，也不是最难的，就是落在中间点的那种难度的睫毛，那是最多人做的款式，就是例如自然浓密型这样子啊。那我们假设这样子的定价是1200的话，那你一天做2个客人，那就是大概是2400。那一个月呢，我们如果算24天的话，一个月就是57600，那就大概是5万多块左右。当然这个收费当然还不是我们最终的收入，因为我们还需要扣掉一些成本啊，就是我们接睫毛会买一些材料啊、夹子啊、黑胶啊，有时候会有蛮多的耗材啊，像杯子等等类的。但是原则上，其实我们在做睫毛的话，我们的材料成本其实并不是占的比例非常的高。通常我们技术操作的那个金额，其实占的比例会比较高一点点啊。材料其实是占小部分。当然我觉得除了扣掉材料成本，那可能还要摊提说，当初你学睫毛进修的时候，大概是花了多少钱？那陆陆续续你有没有在进修等等类的？那有没有考证照啊等等之类的？这些都是投资在你的身上。还有就是有一些就是你初期刚开始创业的时候，你必须要买一些例如说美容床啊，或者是这个台灯啊等等类的身材器具，就是要摊提在每个月来扣掉这些支出。那其实我觉得美睫师的薪水呢，大概原则上就是落在3到5万之间，这个是最普通的，那就是比一般上班族再好一些些，我个人觉得。那当然呢，如果你经营的越来越好的时候，会不会薪水更高呢？当然是一定会的啊。这时候就会有同学问说，老师，我们正常如果一个美睫师很认真工作，然后客人人缘也不错，然后有稳定的客源，通常我们这样子一天大概可以做几个客人？好，假设是刚刚前提我们刚刚讲的，我觉得一天呢做5个客人是没有问题的，体力都是还是可以负荷的啊。当然有的人呢，如果一天做6个7个，可能像我的话，我一天做6个7个，我就会我就会觉得快要死掉了这样。但是不排除有一些美睫师非常爱赚钱，体力非常好的6个7个，他们也是 OK 的哦。好，所以就是美睫师的薪资我们大概就是已经稍微初步估算出来了，一个月就是大概3到5万之间。那如果说会不会更高呢？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的。有没有可能破10万呢？我觉得非常有可能哦也有蛮多美睫师是这样子，还不错，做得还不错哦。当然我们也不能说每个人都是这样，因为有一些人他初期在创业的时候，他可能在转业之前，他可能有非常多的人脉，所以还有包含他自己本身也很会social 客人，然后很会做一些客户服务之类的，或者是他很会做行销之类，所以他可以找到他的第1批、第2批客人源源不绝的客人等等之类的。我觉得这些呢都要看你创业之前你在做什么。当你创业的时候，你就会把前面所学的全部一起套用上。所以各位同学，无论你是要创什么业，无论你是要做美睫师也好，你要加入美业也好，你要不管或者是做电商，其实我都觉得，假设你要创业的人，你要先回想你前面的一些时间，你到底学到了哪些东西。你学的东西越多，就越容易在你创业的时候把它套上，拿来使用。那我们今天闲聊美睫师的薪资呢，就先聊到这边。那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呢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，那我都会用闲聊的方式，然后做成一个主题来回答大家。Gina TV， 我们下回见，拜拜。Hello， 小天使们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在下方帮我按订阅。